没错，帮你手上的就是刚刚发表的 ROG Phone 6 Pro。这集节目帮你尽可能带来更多的效能测试。对于一款电竞手机来说，连续测几个小时的原神应该不为过吧？真的是测到没日没夜。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这次帮你手上的是 ROG Phone 6 Pro， 算是这一次发表的机型当中定位最高的版本。这一次的盒装 ，ROG 还是采用了非常经典的六角形盒装设计。比较特别的是，这次采用的是侧拉式的开盖，侧边的卡榫则是蛮有巧思的，做成了进度条的样式。整个盒装就是满满的星际感，尤其这个上掀的开法，也有一种开机舱的感觉。盒装内提供了一张 ROG 的通行证，可以搭配手机扫描开启 ROG 宇宙的动画。并且进入小游戏，像是一个彩蛋，体验就留给有入手的玩家喽。毕竟是 ROG 嘛，整个仪式感都很够。盒装内还有一组65瓦的快充组，不过稍微可惜的地方也有。这次的风扇提升蛮大的，但就没有随附在盒装内了，变成独立的盒装，需要另外加购。不过预购还是有送就是了。风扇的盒装内也有随附一个保护壳。接着来看外观 ，ROG Phone 6 Pro 的设计语言整体跟 ROG Phone 5会比较接近，不过在排列上变成了横向的设计逻辑。Pro 版本严格来说会比较接近上一代的 Ultimate 的设计元素，采用了上一代邦尼就非常喜欢的蓝白机身配色，搭配上雾面磨砂的表面处理。对于游戏玩家来说，外观除了帅，白色机身搭配上雾面处理，基本上就看不太到指纹、油污的痕迹了。同时 ，ROG Phone 6 Pro 也继承了大家喜欢的各种设计元素。包括更加星际风格的几何线条设计、横向放置的败家之眼 logo， 以及上一代大家很喜欢的彩色版本 ROG Vision 后置换摄萤幕。你一样可以透过 Armoury Crate 针对不同情境设定 ROG Vision 效果。官方这次总共提供60多款的动画可以免费使用。ROG Vision 除了可以展示个人风格，其实也蛮实用的哦。如果有电话、通知，都可以显示对应的提示。毕竟买 ROG Phone， 谁不想要背面朝上，静静的看着美背呢？比较特别的是 ，ROG 这一次推出了10款可以在 ROG Vision 显示的 NFT， 除了老用户预购可以拿到外，邦尼认为比较特别的是，如果你在官方的指定期间内抽到其中的6款 NFT， 就可以在2023获得新一代的 ROG Phone 手机。有兴趣的朋友，到时候可以再来研究看看。不过话说回来，让 NFT 可以在手机背面显示，也算是蛮酷的想法。最后 ，ROG 也在背面上放了一个小小的 Dare to Play 标示。并且拥有 RGB 设计。最酷的是，如果你恰巧有新的散热风扇 ，Dare to Play 就会完美的对应在透视盖板上。这次蓝白黑的主要视觉将整个星际感做得非常充足。好啦，说到配件，这次 ROG Phone 6系列总共有2个主要的配件，分别是全新推出的空气动力扇6，这是一款加入了制冷晶片的风扇。最特别的地方有2个，第一，官方把这个风扇称为真无线空气动力风扇6。为什么是真无线呢？简单来说 ，ROG 这组风扇的制冷模组不需要额外的插线，直接透过机身供电就可以使用，所以玩游戏的时候就不会被一条充电线绑住。不过还是有上线就是了，帮你等一下会详细聊。第二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空气动力扇6是透过侧边与手机连接的，所以 ROG 在系统中提供了一个智能调节的模式，也就是手机会持续跟风扇进行沟通。根据当下的系统负载决定风扇的转速、制冷效率等等，不至于让整个风扇模组部分金红皂白的持续狂转，会根据系统状况智慧调整。当然，如果你想要的话，也可以直接在 Armoury Crate 当中选择模式，稍后邦尼也会带来非常完整的散热模式测试。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个配件，也就是可以组合成各种手把形态的 ROG Cool9 3 Gamepad， 在设计和功能方面基本上跟先前的版本一致。主要的差异落在了 ROG 为了搭配大家喜欢的白色手机，所以推出了白色版本，让大家可以选择。同样可以搭配手机框架，再装上2个手把组成 Gamepad， 或是组合成独立的无线手把也是可以的。功能基本一样，邦尼就不多赘述。顺带一提，这次装上 Gamepad 之后，一样是可以再挂上风扇的，整套都是白色，就是舒服。接着我们看到机身配置。SIM 卡槽同样是蓝色侧框的双面双 SIM 卡设计，不支援 microSD 卡扩充。按键集中在右侧，底部和侧边都有 USB-C 接孔，侧边接孔也可以降低插线玩游戏的干扰。
底部同样保留了极为先进的 3.5mm 耳机接孔，侧边则是有大家熟悉的 AirTrigger 6超声波按键。有一个小惊喜是 ROG Phone 6 Pro 支援了 IPX4 的生活防泼水，平常遇到毛毛雨不小心泼到水这种场景的话，就可以比较放心一点。接着，居然说是游戏手机，帮你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效能测试。帮你手上的 ROG Phone 6 Pro 搭载的是最新一代登场的 Snapdragon 8 Plus Gen 1，采用台积电4奈米制程。这颗 SoC 帮你先前也有实测过在 ROG 工程机上的表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资讯卡看看。而今天帮你测的就是 ROG 调教后的正式版了，很令人期待。在规格上 ，ROG Phone 6 Pro 搭配了 LPDDR5 18GB 的 RAM 以及512GB 的储存空间。散热上 ，ROG Phone 6 Pro 就是全面的堆好堆满，采用了6层的散热设计，包括置中的 SoC 设计，面积加大 30% 的液态均温板，加大 85% 的石墨散热片。比较特别的是 ，ROG 在这次的导热上采用了氮化硼的散热层，这是一种在航太上应用的界面材料，用量上达到了 3.3 克。在效能模式上，这次在 Armor Crate 当中，在不装风扇的情况下，同样有 X 模式、动态效能以及超长续航3种模式可以选择。装上风扇后 ，X 模式会进一步解放成 X Plus 模式。顺带一提 ，ROG Phone 6 Pro 同样支援旁路充电，可以绕过电池直接对应体供电。接着，我们就先来看基础的效能测试。首先看到 Geekbench 5， 大家都知道上一代的8 Gen 1和888主要就是单核提升，但多核近乎相近。而在8 Plus Gen 1上 ，ROG Phone 6 Pro 单核拿下了1318分，多核4225分。相较起8 Gen 1，单核提升了 5%， 多核的提升只是达到了幅度蛮大的 17%。而在 GPU 部分，帮你直接实测 3D Mark Wildlife。ROG Phone 6 Pro 拿下了2819分，提升来到了 9% 左右，相较起888已经有接近翻倍的表现，提升来到了 84%。整体来说 ，CPU 多核有感提升，原神会跑得更从容。GPU 只是8 Gen 1和8 Plus Gen 1提升比较大的地方，高通这一次算是踩了 GPU 一脚的牙膏。以下帮你提供所有的跑分测试结果，供大家参考。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挂上风扇后的跑分有稍微低一些，概念也很简单。在跑分这种短时间的高负载，不挂风扇就可以跑满，本身散热堆料的被动散热就足够，自然就不会遇到过热降频，没有风扇也不影响跑分发挥。挂上风扇主要是增强散热，用在长时间，像是连续玩原神这种情境，有了风扇的加持就能够全程稳定顺跑。但挂上风扇后，毕竟手机还是要对风扇供电，在供电上就会对跑分带来些微影响。简单来说，短时间一场传说对决 ，ROG Phone 6 Pro 不挂风扇就能够应付；要长时间玩原神，挂上风扇就能达成稳定顺跑。跑分其实没有办法体现风扇带来的差异。而接下来帮你要测的原神才是大魔王。帮你抢先带大家来看这组风扇，帮你认为这次的风扇设计真的有超多亮点。首先在安装上就有了大改变，采用的是夹具式的设计，只要按下这个按钮，风扇的夹具就会自动弹开。先插入侧边的接孔，再压紧就完成了。相较起上一代有点运气加技巧的安装设计，6代风扇真的是有称顺手很多啊！并且在装上风扇后，风扇上也有设计对应的按键，让电源按键一样是可以正常使用。比较特别的是，这次的 RGB 是有分区可以混色的设计，在 RGB 组合上会更丰富，大家可以玩一玩。然后一样有支架的设计。不过，邦尼认为真正的重点是风扇上的按键，这也是邦尼认为这一次升级最有感的地方。首先是按键本身就变大了很多，可以有效的增加盲操作的容错率。上一代的小翅膀多少都会抓一下位置。不过最酷的是，这一次的按键采用的是多轴都可以按压的设计。以上面2颗来说，邦尼直接来示范哦。这里可以按，这里可以按，这里也可以，基本上可以更好的适应不同手掌大小的使用者。不过触发按键需要用点力，但相对的回馈感非常的足且利落。邦尼会推荐手够大的话，可以按压这个位置，整体的稳定性最高，也最容易触发。下面2颗的面积很够，大家随手按应该都没问题。但这种东西就跟滑鼠一样，自己到现场试最准。对了，大家去玩的时候要注意，一定要装上手机测才会准。但拿风扇按的话，可能会觉得按键有点硬，但装上手机后手感就会好一点。这次的风扇设计真的应该帮工程师们加个鸡腿，好看又顺手很多。
不过，因为风扇的体积也比较大，所以装上风扇后，手要握在风扇上才比较稳，需要习惯一下手感。相对的，如果不用风扇上的操作键，就会有些压缩到背面的握持区域，这就比较难两者兼顾了。最后，你也可以搭配上 Air Trigger 6以及各种体感手势的设定组合键，例如帮你认为很特别的双操控功能，也就是双段式的触发设计。例如，按下 Air Trigger 是瞄准，接着向右滑是开枪。你也可以自由设定左右拨滑的选项，让操作可以连贯执行。帮你会建议再多设定一组快速射击的按钮。而体感操作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了，像是左翻、右翻、前翻等等，或是你可以设定上下摇晃就填装子弹。Air Trigger 加风扇实体按键加体感，可玩性还是蛮高的。此外，这次也新增了一个侧萤幕工具的选项，你可以透过游戏精灵开启侧萤幕工具。接着，你就可以透过侧滑选单，开启悬浮视窗的功能，一边玩游戏，一边滑其他网页、挂机等等。而在装上风扇后，系统也会跳出风扇专属的提示动画，并且根据系统的状态调整到最适合的风扇模式。在 Armor Crate 当中，则是可以选择风扇的模式，共有智能、风冷、酷寒以及极冻4档。其中智能、风冷、酷寒都是透过手机就可以驱动，制冷晶片不用外接电源，可以直接透过手机供电启动，会是比较特别的地方。而极冻就是可以另外插线供电给制冷模组，像大家熟悉的散热背夹一样全速运作。大家也可以听到，在极冻模式下，风扇的声音会明显大上许多。不过，跟一般的散热背夹相比 ，ROG 的空气动力风扇因为有跟手机连接，所以系统可以根据当下的负载、温度去调整风扇的效率和转速。以下帮你也直接进行游戏实测。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帮你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首先是 PUBGM， 帮你先测不装风扇的 X 模式。在 HDR 极限帧率30分钟左右的游玩下，平均帧率达到 59.9帧，顺跑满。温度也不算高，正面 37.3 度，背面35度。而在挂上风扇不插电，风扇设定智能调节，一样是 59.9 帧跑满，正面 34.3 度，背面 32.8 度，温度算是蛮低的。PUBGM 对 ROG Phone 6 Pro 来说，完全是游刃有余。接着，我们就直接来测效能测试软体《原神》。首先测不挂风扇的 X 模式，在最高画质连续游玩30分钟后，平均帧数落在了 58.2 帧，正面 41.2 度，背面 38.4 度。以前一代各家8周万机种40几度还跑不满的情况来看，ROG Phone 6 Pro 就算是不挂风扇也可以顺跑，温度甚至跟各家没跑满的8周万差不多。重点是功耗，应该是 ROG 这一段时间有在持续努力调教，在同样跑满58帧左右的同时，功耗也从先前工程机测试的 7.2 瓦下降到 6.5 瓦左右，算是不错的表现。8 Plus Gen 1的整体能耗比的确有来得更好。接着，帮你就挂上风扇继续实测，帮你也直接测试了4种模式的表现，每个模式都测了2、3次。短时间内暂时不想打开原神了，所以也请大家多多订阅、留言支持帮你吧。首先是风冷模式，也就是不开制冷晶片，只有风扇，平均达到59帧，正面 38.5 度，背面 34.6 度，相较起不挂风扇，背面已经降了 3.8 度左右。接着是智能模式，也就是系统根据手机状况自动调整，平均一样可以跑满达到59帧，温度正面 38.5 度，背面 33.9 度，相较起不挂风扇降了 4.5 度左右。而在酷寒模式，也就是全程启用制冷，平均 58.6 帧，正面 36.5 度，背面 33.5 度，相较起不挂风扇，正反两面都降了5度左右，还是没有感的。而在散热最强的极冻模式下，则是平均达到 58.8 帧，温度正面 34.3，背面只有 31.8 度，这一个温度都有点怕骁龙宝宝在里面会着凉了。以上就是5个模式的所有测试结果，提供给大家。顺带一提，帮你也实际询问了 ROG 的 PM， 酷寒模式下大约会是2瓦左右的功耗，极冻模式则是可以达到6瓦，所以帮你也实测在风冷模式下，原神30分钟整机的平均功耗大约在8瓦左右，而酷寒模式则是 10.7 瓦左右的功耗，也大约符合2瓦的功耗设定。最后，帮你也加码跑原神1个小时的测试，
1个小时最高画质搭配极动模式，平均58.9帧，正面34.3度，背面31.8度，长时间游戏没有太大的问题，甚至风扇刚拿下来的时候，在导热面有冰冰凉凉的感觉。最后，我们也来看 3D Mark Wildlife 20人的压力测试，邦尼也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不挂风扇，稳定度96.3%，温度正面44.9度，背面43.5度。挂风扇后，稳定度都在99%以上。智能模式下，正面40.4度，背面37度，很稳。其他的测试结果，欢迎参考以下的表格。整体来说，作为首发8 Plus Gen 1的 ROG， 工程机的表现其实就已经比上半年的8 Gen 1好了不少。正式版在同样的测试条件下，帧数更稳，功耗甚至还略低一些。搭配上全新的风扇，温度表现也不像888很努力压，还不一定压得住。今年有游戏需求的话，还是上8 Plus Gen 1吧。在续航力部分 ，ROG Phone 6 Pro 搭载6000毫安时的电池，萤幕最高可以达到165Hz， 已经越来越跟 PC 平台看齐了。在智慧模式下，可以达到14小时31分，日常使用1天1充很稳，甚至可以到2天左右。165 Hz 下，则是可以达到11小时24分，120 Hz 可以达到12小时36分。整体来说，日常使用全程165 Hz 没有问题，中度使用的话，全程120 Hz 会比较稳。要续航选智慧模式，续航就会非常够用。在充电部分 ，ROG Phone 6 Pro 最高支援65瓦快充。邦尼认为 ，ROG 保6000毫安时，没有刻意再拉高快充瓦数，对于游戏手机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思路。邦尼先前就有提到，如果要拉高充电的瓦数，电池的体积势必就会受到影响，并且根据 ROG 的资料来看，他们有再次最佳化 ROG Phone 6 Pro 的充电效率。邦尼也直接实测，15分钟可以充满50%，30分钟可以充满82%，完整充满耗时38分58秒。确实，对比上一代的 ROG Phone 5S Pro 的51分，有下降到39分左右充满的水准。生物安全辨识上，一样是光学指纹和脸部辨识都有，速度都算快，没有太大的问题。最后，我们看到影音娱乐，这一次在 ROG Phone 6 Pro 上 ，ROG 采用了一块6.78寸的 Full HD Plus 14 AMOLED， 并且一样是大家喜欢的3星萤幕，最高可以达到165 Hz 的萤幕更新率，以及720 Hz 的触控采样率，色准上也达到了 Delta E 小于1的表现。官方标示的峰值亮度最高可以达到1200尼特。比较特别的是，在设定选单中的更新频率选项给好给满，60、90、120、144、165，每一个你想要的档位都可以调节，并且受益于165 Hz 的高更新率，触控延迟进一步降低到了23 ms。而在大家关心的萤幕亮度上，邦尼直接实测，在全白萤幕亮度下达到720尼特左右，10%显示面积的峰值亮度在1000尼特左右，相对中规中矩，但峰值有到破1000尼特也算是够用了。而在音效上 ，ROG Phone 6 Pro 依旧维持传统，搭载对称的双前置喇叭。以下帮你提供一组实测供大家参考。最后来看相机 ，ROG Phone 6 Pro 依旧维持了主镜头、超广角加微距的3镜头配置。主镜头采用的是5000万的 Sony IMX766感光元件，以下帮你也直接提供实拍样张供大家参考。好啦，这次邦尼可以实测的时间也比较有限，但尽可能都帮大家测到了。这次 ROG Phone 6 Pro 整体的效能释放上还是很强势的，在不挂风扇的情况下，受益于内部本身的散热堆料就比较足，加上8 Plus Gen 1的加持，整体的温度已经比8 Gen 1有大幅下降，并且在跑满的情况下，温度和功耗都降了不少。挂上风扇大概就不用担心了。原神半小时、1小时都有比体温还低的成绩，这在888、8 Gen 1上几乎是不敢想象啦。整体来说 ，ROG Phone 6 Pro 依旧是目前最顶的游戏手机。会这么说，是因为大家应该都有发现，
整个 spec 和桌边拉到这个定位的游戏手机，最近反而变少了。尤其这次全白套组加上星际仪式感满满的整套设计，应该也打中不少人的心吧？真的帅！好啦，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因为时间有限，帮你尽可能把效能测完了。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没说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如果喜欢本期节目，不要忘记订阅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